各位导演们，你们是不是已经拍完了自己的作品，但不知道怎样去投递电影节呢？我特别懂一个导演的心理，我与戛纳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了，就差提交的那一刻了。醒醒吧，现在是2026年。现实就是有90%的独立导演在投递阶段就已经沦为了行业的雪豹。这不是什么艺术朝圣，这是一场信息极不对称的资源掠夺。那么今天我就结合我多年的经验，来亲手教大家如何通过最主流的3种方式去投递电影节，以及在影片的结尾我会给出我自己的最优的一个推荐来帮大家避坑。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Nice。 第一种方式就是去寻找短片发行商，比如投讲师、深交、导总也都有自己的短片发行部门。不得不说，一些头部的短片发行商确实有深厚的电影节渠道，但也仅限很少的头部几个。大部分的公司可以直接美其名曰专业带头，直接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懒人税和信息差收割。一般来说，一部短片我知道的可能就少说5000、1万的服务费，说是会帮你制定策略，而且他们手里那套所谓的电影节名单，在资深从业者眼里根本不是秘密。这些中介最经典的套路就是表面上去帮你冲击那些顶尖的电影节，但实际上去把你的片子塞进到那些只要你投了钱就非常容易进的小型电影节，然后再拿着入围通知书来找你交差。他们利用的是你对国际规则的无知和对电影节入围的渴望，其实根本没有实际的公关能力。如果你没有判断力，你付出的不仅是昂贵的服务费，更是把片子的命运交给了几个只想要提成的销售。记住，只有当你的片子本身具备冲击顶级电影节的硬实力时，不是你去找发行，而是发行商会来找你。那么第二种就是 DIY， 听起来非常独立，非常的热血，但实际上这是最难也是最硬核的一条路线。你必须游走在顶级电影节的官方通道与 Film Freeway 这类的第三方平台之间，像柏林、戛纳这类顶级的殿堂，对于独立电影人就是只认可自己官网上那套繁琐到令人发指的报名系统。比如现在就我们来看一下戛纳电影节，这个官网是法文的，你可以点击英文来切换成英文，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投递的官方链接，这个 restriction 通常是一些参加电影节的媒体来注册的，我们不需要管这个。下面有 Official Selection 单元，比如说这个 Feature Films 是长篇的竞赛单元，可以看到3月13号截止，目前还可以正常的投递哦。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你正好手中有个片子，那可以去试试投递。然后我们也看到，当你去投递这个影片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内容需要去填写，比如说你的影片的基本信息、你的技术规格、你的出品公司、你的一些其他的信息，然后你可能要去付一个这个竞赛费，然后才能够去申请这个竞赛。通常来讲，像顶级的电影节都会要求你这个片子至少是欧洲地区首映，或者最好是世界首映，这样的话入围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当然，到底能不能够入围，还是靠你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短片，像它的短片，这个短片竞赛单元，它这里写的是15分钟最多，所以说那么如果你拍了个短片，想去投戛纳电影节的短片竞赛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做到15分钟以内。那么这个长片和短片都是会有戛纳的官方的竞赛标的。下面有一个就是 Short Film Corner， 这个就是一个平行单元，它不是一个竞赛单元，这里写是 Professional Form， 就是它是一个论坛单元，里面是展映，所以说这个单元会更加的容易入围一点。它拿到的就不是官方的戛纳的金棕榈的标了。可以看到这里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上期会说留学生会更容易的去入围这些电影节，那是因为留学生确实在语言方面会更加容易来填写这些英文的需求，它这里没有中文版的，所以说还是要把这个语言学好。那么在这里我会把几大热门电影节的投递链接分享到视频的下方的评论区，有需要的同学可以自取。说完了官网投递，那让我们来看看 Film Freeway 这种我称之为数字赌场的地方。你就像进入了骗子们的狩猎场，这个平台整合了上千个电影节，但其中夹杂着太多的野鸡电影节。他们租个廉价的放映厅就想收你$50的报名费，你能信吗？那到底应该怎么选呢？非常非常的困难，对吧？像这种你看 New Orleans Film Festival 这种有奥斯卡 Academy Award Qualifying， 就是有奥斯卡资格认证的这种电影节，通常来讲就是比较推荐的正规的专业的电影节。但与此同时，它的竞赛难度也会更高一点，因为你在这个电影节上得了奖的话，你是有资格提名奥斯卡最佳短片的。那像这个你看就明显看到是一个野鸡的电影节，这个叫什么 Better Eart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没听过。
然后你去看，这个电影节的头奖还要个$35呢，学生的话是$28，这个是美金哦，这个不是人民币或者港币，这个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贵，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讲。但是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photos， 看看他们的活动的照片，看看这是在哪儿？这就是会议室吧？这是会议室吧？这可能比学校的教室还破。看这个影片，然后这个人数，寥寥几张照片，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电影节。但是要收你大$30的那个报名费，这种电影节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帮助。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学校，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学生的福利。没错，顶级电影学院确实能送你去戛纳的基石单元，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福利其实难度非常大，因为学校只会挑选那极个别的能为校争光的模范生去投递，剩下的99%的同学其实都是为了维持这个专业的声誉而存在的背景板。更残酷的是，很多学校的投递资源被把持在少数导师当中了，这不再是电影水平的较量，而是社交手腕和学术正统的较量。如果你不是那个所谓的天选之子、电影鬼才，那么学校的资源就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Oh God, please no, no! 那么在这3种方式里面，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最优的方式肯定是通过第3种。你可以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甚至是在学生时代，就通过学校的资源来获得电影节的认可，从而早早的进入这个行业。那么其次呢，那就是第2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拿到学校顶级的资源的话，但是作为导演的你是真正的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水平的，你自己拍的影片是什么水平的，你可以更好的给自己定位，从而去投递更精准的适合你的电影节。所以第2种方式不失为也是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至于第3种呢，我的回答就3个字：不推荐。而作为一个导演，你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你为什么要去投递电影节，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投电影节的本质不是为了那一圈麦穗，而是为了给你下一部片子置换资源。别再相信那些所谓的入围即肯定，你要做的是停止盲目撒币，回看你自己的作品，找几个朋友一起放映一下，讨论客观的评价这部作品值不值得拿去投递。拍得不好没关系，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努力就行了。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要不要给某个不知名的电影节交那$50的报名费，那我的建议你还是把这钱留着吧。